別人恐懼時貪婪呢一句巴菲特嘅名言，相信大家都聽唔少噶啦。不過幾多人又真係做得到呢？要喺咁多投資者之中突圍而出，往往好多時都要鼓起好大嘅勇氣去到做一啲與別不同嘅投資決定啊！而依家呢一刻正正係一個好大嘅投資機會嘅時點啊！咁我個人認為大家係一定要好好把握嘅。因為賺大錢嘅機會並唔多啊！如果錯失咗嘅話咧，可能要等好幾年甚至更長嘅時間先會有機會再遇到。咁所以今日就想分享點樣喺大跌市之下去捉緊呢一個難得嘅投資機會，希望可以說服到大家，依家係時候要做一啲貪婪嘅行動啦。Hello， 大家好，我係 Graham， 歡迎你嚟到我嘅 YouTube Channel。如果想了解更多關於個人理財同埋投資嘅知識，歡迎大家去 subscribe。今年嘅投資環境無可否認係非常之艱難嘅。綜合一啲最主要嘅市場，無論係香港、中國、歐洲，以至係美國嘅大盤指數，由年初至今都錄得好大嘅跌幅。面對住依家咁慘淡嘅投資環境，咁我身邊都有唔少朋友都已經係認輸，係止蝕離場，甚至係發誓唔再投資喺個股票身上。雖然眼見自己個投資組合喺過去一年都累積咗唔少嘅跌幅，但係從正面啲嘅角度去睇嘅話咧，咁依家嘅跌市反而係製造咗一個非常之難得喺低位撈貨嘅投資機會。咁就以美股嘅 S&P 500為例，由1950年至到今時今日過去72年嘅歷史數據，美股只有9次係經歷過超過25% 嘅跌市嘅啫。咁意味住美股平均係每8年先會有咁大嘅熊市出現嘅。而當我哋撇除2020年因為疫情而令到環球股市大跌之外，對上一次美股經歷超過25% 嘅跌幅嘅熊市啦，咁其實已經係喺2007至到2008年嘅雷曼金融風暴。咁相隔15年係再次出現嘅大跌市啊！咁所以假如投資者係想趁低吸納嘅話，呢次的確係一個好難得嘅機會。另外，大家都可能會問個市幾時先會反彈呢？咁我都簡單統計咗美股過去超過25% 跌幅，由高位去到低位個時間持續咗幾耐，去到俾大家參考嘅。當我哋計埋今次嘅跌市，平均都需要超過400日先會係見底回升。而目前我哋經歷緊嘅熊市就已經有270日㗎啦。而如果我哋對比歷史嘅平均值，咁距離大市見底時間仲有大約100日嘅，咁意味住距離見底嘅時間可能係唔太遠啦。而最後就睇埋回報方面啦。咁每當 S&P 500指數係跌超過25% 之後，再築底反彈嘅時候咧，咁之後嗰一年嘅平均升幅都有超過20%。而假如我哋再拉長個投資年期，3年、5年甚至係10年嘅時候，就更加係有介乎35%至到超過2倍嘅回報。咁雖然過去嘅數據絕對唔能夠代表將來嘅回報啊，不過至少我哋都可以從過去嘅數據去到統計下未來市況嘅方向嘅。雖然無可否認嚟緊環球股市都會繼續面臨好大嘅挑戰，不過如果我哋可以承受中短期嘅波幅，根據翻頭先提及嘅數據，可以見到呢一次嘅跌市係10年難得嘅機會，俾一啲長線投資者去到趁低吸納，捕捉熊市之後嘅反彈浪嘅。好，咁簡單分析咗過去熊市嘅數據之後，咁你會問啦，依家用乜嘢策略去到投資好呢？第一，揀啱市場投資，特別係對於長線投資者嚟講係非常之重要嘅。因為投資者嘅投資年期講緊起碼係以年去計算，咁所以假如喺呢方面搞錯嘅話咧，咁就會係非常之大鑊。喺咁多主要嘅市場嚟講，美股的確係過去咁多年嘅大贏家。如果我哋去比較恒生指數同埋美股 S&P 500過去10年嘅表現，咁喺10年期間恒生指數係好少次係可以跑贏得 S&P 500嘅升幅。而雖然今年兩個指數嘅回報都表現得相當差，不過美股依然都能夠跑贏呢個港股㗎。咁所以根據過去回報，美股無可否認係長線投資者較為適合嘅選擇。
咁當鎖定咗美國呢一個市場，投資者就要選擇用乜嘢投資嘅方法去到投資呢一個市場啦。咁一般嘅投資策略啦，都分為兩種啊，咁分別係呢個主動型同埋被動型嘅。主動型投資就係透過投資者嘅分析去到篩選個別有潛質嘅股票，咁希望咧係跑贏整體大市嘅升幅。而被動型嘅投資就係透過投資喺一啲大盤指數嘅 ETF 去到捕捉整體大市嘅波幅。雖然呢兩種嘅投資方法係各有千秋，不過以大部分嘅散戶嚟講啦，被動式嘅投資咧會相對比較合適。咁原因啦係主動型嘅投資係需要花好多時間去到分析，而且坦白講，依家就連好多基金經理呢一啲所謂嘅投資專家所管理嘅基金啦，都未必可以跑贏得到個市啊！咁試問普通嘅散戶又有冇咁嘅能力做得到呢？所以投資一啲跟蹤住美股大盤指數嘅 ETF， 對散戶嚟講啦，會係我認為較好嘅選擇嘅。投資喺一啲美國大盤指數啦，係一個長線投資、行之有效嘅投資方法。而事實上，呢種被動型嘅投資方法，亦係巴菲特推薦俾普遍投資者嘅長線投資策略。咁就以美股大盤指數嚟講啦，投資者係可以考慮一啲追蹤住美股 S&P 500嘅 ETF。咁當中市面上最受歡迎嘅選擇就包括有 VOO、SPY 同埋 IVV。咁當中啦，主要有3個原因嘅。第一 ，S&P 500入邊嘅成分股係投資喺美國頭500大嘅企業，而且啦會係分散投資喺各行各業嘅。咁所以公司嘅質素同埋穩定性啦，都會有一定嘅保障啊。第二，根據 S&P 嘅持倉比重指數啦，會因應企業嘅市值大細去到分配嘅。咁所以市值越大嘅公司喺 S&P 500嘅比重啦就會越大。咁就例如 Apple、Microsoft、Amazon、Tesla、Google 等等，就係指數嘅主要權重股啊。第三，投資 ETF 啦係非常之平同埋方便。咁只要買一隻 ETF 啦，就可以買齊500隻 S&P 500入邊嘅成分股。另外呢一啲 ETF 嘅費用都非常之低。咁就以 VOO 為例，每年嘅管理費啦就只需要0.03% 嘅啫。好，咁當選擇咗適合嘅市場同埋認清咗個投資方法之後，最後啦就要講到投資嘅策略啦。咁就因為依家個市況仲有好多不確定性啦，用一個月供嘅方式 set 好每個月某一日定期用固定嘅金額投資，可以拉勻成個嘅平均買入價，咁就唔擔心啦喺高位大量接貨啦。不過大前提係投資者所投資嘅金額啦，一定要係閒錢啊，咁嘅話啦，先可以俾足夠嘅時間等待個市場反彈，令到所投資嘅錢啦可以複合式增長穩存落去。而一般投資年期講緊啦，最少要5年甚至更長嘅時間啊。好，希望今日嘅影片都幫到大家啦。咁最後，如果大家係想支持我嘅創作，同埋想收到更加多獨家嘅資訊嘅話咧，咁都歡迎大家啦去 join 我嘅 Patreon。咁詳細嘅資料啦都可以去翻下邊嘅 description 參考。多謝大家收睇啊！希望大家係可以 like 我條片啦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 follow 我嘅 IG 同埋 Facebook account。好，今集時間差唔多啦，下集繼續和你賺。